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分享5个宝藏软件，不要忘记给小妹点选哦。现在屏幕上打开了一个记事本，在记事本中输入3个单词，第一个单词 TKX， 第二个单词 Thanks， 第3个单词 Hello。大家看到有什么变化了吗？输入的3个单词分别被中文自动取代。大家日常中有没有这种情况？经常会使用一些重复性的句子或者短语，但是每次输入都很麻烦，复制粘贴又不够高效。所以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软件，有点类似于 Word 中的自动替换，区别在于这个软件可以覆盖到整个操作系统。软件名称叫做 Auto Text， 简译过来就是自动文本。从软件界面中可以看到，在 Thanks 这段下，已经有3个自定义的关键字。软件虽然是英文界面，但是使用非常简单。下面演示一下如何添加关键字。在右侧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New Keyword， 在这个位置输入关键字。关键字是指输入的内容，比如 Bye， 下面输入要替换的文本内容，比如再见，我的朋友，点击 OK 按钮。现在在记事本中输入 Bye， 文本就会自动被替换成预定义的内容。再来添加一个 friend， 这次选择后边的选项，使用后面的选项在支持格式编辑的文本编辑器中，可以通过按 Ctrl+B 或者 Ctrl+I， 直接将替换的文本设置为粗体或者斜体，自动替换内容。输入你好啊，朋友。在记事本中输入 friend， 文本已经被替换为预定义的内容。现在我的电脑桌面看上去是不是很乱？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的时候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或者开会的时候接入投影仪，当移除外接显示器和投影仪时，桌面就会变得非常混乱，失去原来的排序。又或者电脑桌面的图标太多，拖来拖去，最后很难找到目标文件。所以今天分享一个可以保存桌面布局的小软件，软件的名称叫做 Desktop OK。比如想保存当前的桌面布局，直接在软件界面点击保存按钮，保存的布局名称会显示当前屏幕的分辨率，同时会显示保存时间。现在将桌面图标打乱，怎么样？看上去已经足够乱了吧？在软件界面直接点击恢复，桌面会立即恢复到保存之前的布局。同时，软件支持保存多个布局，比如再将桌面打乱，在软件界面点击保存按钮，这样就保存好了2个桌面布局，而且随时点击恢复按钮，都可以恢复到保存之前的布局。如果软件首次打开是英文界面，可以点击左下角这个按钮，选中 Chinese Simplified 即可。Process Checker 是一个强大的系统工具，界面设计得非常直观，一共有4个主菜单：进程、自启动项、系统服务、计划任务。进程可以查看进程的名称、安全级别、文件路径和优先级。在任何进程点击鼠标右键，可以终止任何进程。
创建新进程，显示进程的详细信息，显示进程的关联模块，显露进程的属性，搜索进程，查看进程相关的信息，添加注释，创建报表，甚至可以更改进程的优先级。自启动项可以根据不同的方式启用或者禁用，跟随系统一起启动的服务或者软件，甚至可以将启动项直接删除，还可以对已有的启动项进行编辑。系统服务，在任意服务上点击鼠标右键，可以选择停止服务、启动服务，选择服务启动的方式类型，显示服务的详细信息，显示服务的属性，添加服务，甚至直接删除服务，还可以创建报表。软件还支持根据自己的需要创建计划任务。如果觉得 Windows 自带的任务管理器不好用，还可以将 Process Checker 替换系统自带任务管理器。再查看菜单，选择查看系统资源使用情况，可以实时监控硬件资源占用情况。关机菜单提供了待机、休眠、关闭、重新启动、注销多种选择。OFGB 是一个旨在为用户提供一种简单易用的方法，关闭 Windows 11中广告的新软件。全称很有意思，因为过于敏感，请自行搜索。有趣的是 ，OFGB 是由一位 Arch Linux 用户开发的。OFGB 通过 Windows 注册表来关闭操作系统中的广告，这些广告包括关闭文件资源管理器广告 Disable File Explorer Ads， 关闭锁屏提示和广告 Disable Lock Screen Ticks and Ads， 关闭设置广告 Disable Settings Ads， 关闭一般提示和广告 Disable General Ticks and Ads， 关闭完成设置广告 Disable Finish Setup Ads， 关闭欢迎体验广告 Disable Welcome Experience Ads， 关闭个性化广告 Disable Personalized Ads， 关闭量身定制的体验 Disable Tailored Experiences， 关闭开始菜单广告 Disable Start Menu Ads。 只需勾选对应选项，就可以关闭这些讨厌的广告。这就是这个软件名称不雅的魅力所在。如果需要一个简单基础的软件来使 Windows 11更加清爽， OFGB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了在系统启动时运行某些软件，用户可以将软件的快捷方式添加到启动文件夹。这些软件会以普通用户权限运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的。但 Windows 不允许在启动时执行提升权限的任务，因此用户无法在启动时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软件。当用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任务或命令时， Windows 会显示一个 UAC 用户账户控制提示。如果想要任务运行，就必须点击确认。用户可以通过使用计划任务为软件创建一个权限提升的快捷方式，可以绕过 UAC 提示，并在 Windows 中运行软件而不会显示 UAC 提示。但这个过程需要很多步骤。出于上述原因，一个国外小哥编写了一个名为 Skip UAC Prompt 的小软件。这个软件还允许用户为其他软件启用或禁用 UAC， 而且根本不需要完全停用系统范围的 UAC。找到需要提升权限的软件，将快捷方式拖放到软件界面。也可以使用第一个按钮进行相同的操作。默认情况下，软件会为添加到界面的每个软件自动创建桌面快捷方式。可以通过在 Options 选项菜单取消选中 Auto Add Shortcut to Desktop 选项来更改此默认行为。通过在界面中的任何软件上右键单击并选择创建快捷方式，可以创建一个不会显示 UAC 警告的桌面快捷方式。要撤销此操作，
只需使用删除所选按钮即可。在 Options 选项菜单下，有一些自定义选项可用，自上而上依次是：始终保持最前，跳过 UAC 警告，自动添加快捷方式到桌面，使用经典图标，删除前警告，修改软件语言。可以使用 File 菜单下的 Import List-Export List 备份和导入配置文件，或者也可以直接将备份文件拖放到软件主界面。要同时删除界面中的所有项目，右键单击空白处并选择全部删除。Skip UAC Prompt 以及类似的软件在某些场景下非常实用，尤其是需要权限提升又要自启动的情况下。